上半年啊，我错失了一个挣大钱的一个生意啊。当时很多朋友啊，都从原来的紫檀啊转去做沉香了。事实证明啊，他们的选择确实是正确的。半年的时间啊，差不多就挣了8位数啊。当时呢，他们都在积极的推荐我也去做一个卖沉香的直播间啊。因为上半年啊，抖音刚开放这个卖沉香的这个类目，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风口。但是啊，我看了一圈啊，还是没有去做。当时的情况是啊，满大街啊都在卖亚油注油的一个假沉香，利润高到你们啊不敢想象。后来啊，上当的网友啊太多了，被举报后啊，抖音这边就出台了更加严格的一个检测的标准。现在啊，基本上这种低端的一个假沉香是很难过检的。但是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总有人能研制出更加高超的一个作假手段。比如啊，我手里这条微压的啊，就连我们家做了几十年沉香的师傅啊，他看了都直呼内行啊，不借助专业的仪器啊，都没有办法看出来它假不假。然后今天呢，我又突然收到一个粉丝的一个消息啊，他说他在直播间花了一个3、4千块钱买了一条0.8的一个富森红土啊，让我给他看一下啊。他图片还没有发过来，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上当了。虽然我自己学习了解沉香啊，也就1年多的一个时间啊，但是我知道啊，富森红土的沉香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做手串的。用我师傅的话说，就是富森红土要是能做成手串，那不得几个亿了。反正他从业几十年啊，别说看见了，听都没有听说过。红土沉香它本来就是土沉，经过几百上千年的一个陈化，它已经没有木质纤维了，都是油脂。你说它还怎么做成珠子呢？这种啊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你别看很多卖的好的一个商家，他实际啊其实也是刚入行的，自己啊都还不太懂。大家都知道富森红土的名气大，那跟客户就说这个是富森红土，反正别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因为在抖音啊买沉香的人啊，大部分啊他都是不懂沉香的，他看别人在直播间里正义凛然的啊解说，他也就信了。其实现在啊，抖音买到假沉香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大部分都是谎报产区啊，基本上都是人工种植占大多数的。可能昨天刚从广东茂名下树的一个奇楠沉香啊，今天在直播间就变成了芽庄白芪、达栏杆、雷击木、天然野了。有稍微懂沉香的朋友啊，一质疑一下，他就敢拿命去担保。其实我看了抖音啊，也有这种真正卖天然野的人啊，但是呢，这种卖货的人啊，他直播间根本没有人看。为什么会没有人看呢？其实也不单单是价格贵的问题啊，是这些传统的经销商他根本不懂怎么去运营直播间，单纯的认为我只要卖真货，我说大实话就会有人为你买单。但实际情况是啊，你不懂运营啊，都没有人能刷到你的直播间啊。所以很多资深的沉香专家啊，他讲知识没有人看啊，不是他讲的不好啊，而是他不懂运营啊。我师傅啊，跟他几个朋友啊，就是这个情况，几个人一腔热血啊，坚持了几个月，亏了个几十万，最终就放弃了。现在跟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去做直播，我们也是筹备了半年啊，现在也想回来好好把直播做一下。以后我也会卖沉香的、天然野的、人工种植的、母树结香的，我都会卖。反正在我这里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不会给你们拿人工种植的去当天然野卖给你们，更不会拿2线产区的当1线产区卖给你们。